我还蛮相信媒材它自己本身，它也有一个脉络，甚至是历史的深度。那其实透过这样子的自然的媒材，还有经济作物，其实也可以看到的是它可能是物种迁徙的痕迹，或甚至是这样子的一个物种反映出它背后全世界下它这样子跨国贸易的情形。这品种不一样吗？品种一样。刚开始它吸引我，是因为它是我很熟悉的果物，它的质感很像皮革，从它黄的时候，然后慢慢开始有斑点，然后变成褐色，甚至在日光日照下，或者风干之后，它呈现这种黑褐色的色泽，就是它带有一个时间的轨迹。香蕉皮的发现其实是一个还蛮意外的过程。有一次是在2013年的时候，我去日本去驻村创作的时候，我们都要自己处理自己的食物。那我在日本的超市里面就看到了非常多的香蕉。那但是仔细一看，会发现说，哎，这些香蕉竟然是从菲律宾来的。然后它的价钱很便宜，大概是99日元一串。那也有台湾的香蕉，可是它的价钱就贵很多，大概是600日元一串。那其实它就是引起我的好奇心，因为其实在一些国际的跨国水果公司的操作下，它开始产生了这样子的价差，就是我开始有了兴趣，想要去探讨这个经济作物背后的这些跨国交易，还有当地的香蕉市场所受到的冲击。香蕉皮拿回来以后，它就要开始晒，我可能要看阳光的大小，差不多2个礼拜左右。等到完全干了以后，就会把它收进来。如果需要用的时候，有的时候还会有一些卷曲，然后就要开始用熨斗去烫，把它烫平。那烫平完以后，可能会根据那些香蕉皮的形状，各种不同的弯曲。就是用那些当成是素材，然后开始去拼贴。最后组织好画面以后，我会再上一道一道的升旗。然后呢，慢慢的在香蕉皮上形成一层薄膜，就像是一层保护膜这样子。购物篮的联合抵制是我2014年在美国驻村创作的时候的创作。当地的超市叫做 Market Basket 发生了罢工事件。为了要反抗撤换总裁，他们还联合了供应商，也不供货，所以整个超市就变成空空荡荡的。那其实真的是一个奇景，这些场景都是我从新闻、报纸、图片去看到，然后我会重新再把它画下来，或重新做一些安排。那当然，它的安排上会有一点点的超现实。就像是有示威的人，那也有这2位 CEO 们，他们其实好像是堂兄弟还表兄弟之间的一个家族斗争。那这个时候我就是把他们做成了一个在互相对弈、互相一起下一盘棋的样子。这个算是一个蛮少见的由下往上去抗争，但是获得成效的例子。所以其实对我来讲，它也是一种很鼓舞的一个现象。我还蛮注意的是它产生的一些阴影的效果影子，因为物体如果它有影子，就是代表它可以产生出一个空间，甚至它的气味也是一个触发。
我们可能是我蛮需要这种环境还有文化的刺激，对，所以其实我每次都是透过去不同的国家，然后去观察，这边的人的生活的样态。有机会可以收集到比较大量的香蕉皮的时候，我都会尽可能的把它处理好，就是说把它风干，然后甚至整平，然后成为一大张一大张的香蕉皮革。我在2018年开始，在这样子关注到人的迁徙的情况下，在台湾发现到台湾也有非常多的移民工作者在台湾工作，那他甚至其实是支撑台湾很多的家庭分摊劳力的一个基础。当我遇到这些移工的时候，就是会对他们提出邀请，想要为他们画一幅肖像。我把它记录在一本速写本里面。回到工作室以后，又会用我所收集到的香蕉皮，然后重新的形塑他们的肖像，然后甚至是比较大幅的这个肖像的质化，这样呈现他们的生命故事。因为当时需要太多香蕉皮了，然后家人消耗不完，只好分送给邻居一起吃。然后，但是都还要必须要嘱咐邻居们，就是说那个吃完皮要把它还给我们，这样，所以其实还蛮好笑的。当然不想浪费香蕉，所以都会把它再制成一些副产品，可能香蕉蛋糕啊，就是会请家人一起吃这样。我自己是本来就很喜欢使用一些天然媒材，然后我会到各个乡间，像是云林啊、嘉义啊之类的，然后用当地的媒材，像是竹子啊，甚至牡蛎壳之类的，然后做一些创作。我以烟草为创作媒材，一个屏风的作品，它叫做热带收藏。这样子一幅一幅的风景，它都是从一本我在日本找到的书，一些日本的民族学家，然后来到台湾去拍摄的地景风光。这些屏风其实它上面的这个风景，就是被我重新整理出12项台湾常常出口的自然资源和物资，还有结合了网络上离散的一些历史照片，我重新又把它 Photoshop， 然后把它重新绘制成一个新的风景。它的那些屏风全部都是用块木做的，因为就是我自己很喜欢这些有历史感的物件。金色的烟叶，它其实是烘干过后呈现的金黄色的样子。它在我的作品里面，其实也比较出现的时期比较短，然后也比较少量。第一个是因为烟叶它非常的薄，非常的脆弱，所以它其实并不是很容易直接以它来去做什么样的形象这样，所以也是以金为代表，就是一个很珍贵，但是也非常少量的物资。甘蔗它是比较近期才开始使用，处理这个媒材，我就会要先把它的皮剥掉，因为皮有点硬，然后就是抽里面的白色的地方，甘蔗肉，抽丝，那抽好丝以后就去煮。主要是因为这些纤维里面其实都会有一些糖分跟蛋白质，然后就是要透过煮啊、蒸煮的过程，把这些糖分啊、蛋白质煮掉，然后剩下纤维，然后这个纤维就是我就会再把它拿来打成渣，其实也蛮像造纸的过程。它
它的区别又跟香蕉皮产生了一些不同，因为香蕉皮它是平面的，那像甘蔗的话，它这些渣就像是泥土一样，它就是可以直接去塑形。其实也是顺着这一种对经济作物它背后的这种历史脉络的好奇，所以开始又去研究台湾的蔗糖产业。从17世纪开始，因为各个国家要追求蔗糖还有蔗糖贩卖下所获得的大量利润，所以它其实背后产生了非常多的殖民和战争。对照现在的社会当中，其实我们反而会开始觉得说，食用太多的糖会引起一些文明病，或者是对身体比较不健康，反而开始去断糖、减糖，甚至去健身房去做各项的运动。所以其实它让我觉得说，光是蔗糖这样子的一个历史脉络，从以前到现在，它产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反转。我觉得透过我自己去用这些经济作物的剩余物甘蔗渣，然后制作出一项一项不同的健身器具，我们也可以就是重回跟土地的亲密互动。我的作品很多其实都是透过这些媒材，还有我的身体实践去探讨、去展示一个作为人的价值。透过媒材来呈现，但是也是透过我使用这个媒材的过程，因为它这个过程都是非常大量的劳动劳力，那其实也就是像这些生产者的角色一样，透过你的身体劳动，然后去跟这些作物或者是跟这些媒材，你去培养出感情，好像是跟他们融为一体，然后你在说话，甚至是你在反应，或者是你在对抗你所处的这个世界。